大长老丘陵领着众人进入星域后，很快就来到了3000焰炎火的所在。众人望着眼前看不见尽头的庞大巨龙，有些呆滞。紫黑色的火焰不断地从沉睡的巨龙体内渗出，掌心龙印处突然传来的热度唤回了萧炎的神智。丘陵也在此时出声表示，这就是3000焰炎火，众人可以按名次上前试试能否使用温和手段将之收服。说完，丘陵瞪了木谷一眼。萧炎作为大会冠军，自然是第一个尝试的。丘陵暗戳戳地给萧炎传音，让萧炎将手掌触于3000焰炎火额头处，那里有一块未曾被紫黑火焰遮掩的龙鳞，然后将灵魂力量侵入其中就可以了。如果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够收服它。萧炎站在那块只有他一般高大的龙鳞面前，不由得苦笑了一声。如果真的那么好运就好啦。萧炎手掌轻触在那块特殊龙鳞的一瞬间，一缕灵魂力量就出现在了一片奇异的虚无之所。虚无之所内弥漫着紫黑色的火焰，而在那火焰中心有着一条迷你版的巨龙。小火龙正闭目盘踞，萧炎知道这是本源之火，深吸一口气，压一下心中的那份激动。萧炎不断地利用灵魂力量对小龙散发友善信息，然后他得到了一个新称号：愚蠢的人类。没错，小龙被他反省了，冷不丁的见他睁眼说话，萧炎的汗毛都立起来了，僵了1-2秒后才尴尬的表示自己来这里其实是想解救小龙，让他得到自由。说完自己都差点被自己的虚伪和浮夸恶心吐了。小龙对此只送了萧炎一个字：滚。然后一团火焰送萧炎的这缕灵魂归西，萧炎的本体立马就醒了过来，在心中暗暗的诅咒了一番3000焰炎火后，萧炎摸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随后目光转向一旁的丘陵等人，摊了摊手道：失败了，那家伙太凶悍。丘陵有些失望，但还是让下一位去世喽。当然木谷去前被他好好警告了一番，丹塔的人都做好了只要木谷有异动就弄死他的准备，但是木谷并没有任何异动，就连失败后也是老实的待在一旁，直到所有人都试完了，丘陵准备带着众人回去了，木谷才突然暴起。丘陵等人反应过来时，3000焰炎火的那一处特殊鳞片已经彻底炸开，巨龙醒了，紫黑色火焰猛然暴涨，3000焰炎火身体之上那些密布的黑线符文也是在此刻爆发出了异样的光泽，宛如一只巨网死死地缠住3000焰炎火。然而巨网的光芒正在逐渐暗淡，丘陵怒了，交代完萧炎他们捏碎玉珠就朝着木谷杀去。然而曹颖等人刚拿出玉珠就被直接打落了，只有萧炎一人成功捏碎了玉珠。出手之人有2名正是混进前10的参赛者，现如今玉珠是捏碎了，说好的救援却没来。原来是魂殿在圣丹城内制造了混乱，导致救援不及。萧炎一行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3000焰炎火破风而出。木谷老人高兴坏了，兴冲冲的就冲着巨龙道：恭喜阁下脱困，不过我们先前商量好的事是否能够履行？放心，只要你在我魂殿待1年时间，便绝对还你自由之身。巨龙信你个鬼哟！一团火焰就朝着木谷老人招呼过去。木谷老人气死了，灵活闪避的同时捏碎了1枚玉牌，一股极度强横的空间之力后，3名魂殿尊老缓缓从那空间裂缝中行出。这下完犊子了，只要他们想，在场没一个人能活着出去。不过对他们来说，如今最重要的是将3000焰炎火拿下，没工夫理这些小鱼小虾。就见工具人斗尊们一会儿结万魂吞灵阵，一会儿用万魂天锁，一会儿发动魂式，一会儿继本命魂锁结本命魂锁阵，终于是将巨龙五花大绑了起来。自由就在眼前，3000焰炎火怎么可能就这么被擒获？他直接就操控着本源之火离体，一个头锤重伤木谷。萧炎的眼睛亮得惊人，梦寐以求的3000焰炎火如今终于是出现在了他触手可及的位置。没等他有所动作，清华老怪突然出手了，一名黑衣尊者立马就将之拦下，二人缠斗了起来。另2名黑衣尊者一直追着3000焰炎火，小火龙也是有脾气的好吧，惹毛了直接就欲再来一个头锤。一黑衣尊者也是来了火气，一拳就轰了过去，然后他就吐血啦。不过小火龙也没好到哪里去，身体上的火焰都暗淡了许多。抹去嘴角的血痕，那名黑衣尊者招呼同伴一举拿下他。那名同伴也是聪明，远程攻击，直接利用灵魂爆炸消耗3000焰炎火。萧炎能感觉到3000焰炎火越来越虚弱了，于是他出声告诉丘陵，既然救援迟迟不到，自己愿意一试，只要丘陵大长老出手拦住木谷老人以及另外1名受伤的魂殿尊者即可，要拦住他们并不难。不过丘陵不太相信萧炎能搞定最后1名魂殿尊者以及3000焰炎火，直到萧炎召唤出了金灿灿的天妖魁。既然如此，那就干吧。察觉到萧炎的异动，木谷就想弄死萧炎，只是这脚步还没踏出就被拦下了。与他一同被拦下的还有那重伤的尊者。与清华老怪激战的黑衣尊者
察觉到异状，立马就想脱离战圈，清华老怪却是死死地缠住了他。说起来，清华老怪也是倒霉，之前抢异火有药尘，现在抢异火又有药尘的徒弟，不过自己之前也受过药尘之恩，就当是还债了。畅通无阻的萧炎直奔3000焰炎火而去，天妖魁帮他拦住了最后一名尊者。3000焰炎火看到萧炎身上的碧绿火焰时，眼中充满了垂涎，只要吃了它，自己将不再惧怕三巨头。萧炎笑了，谁吃谁还不一定呢。只见萧炎找到机会，就将紫妍给的血液砸到了小火龙的额头，小火龙瞬间就僵住了，一个奇异的符印也在其额头浮现，正是龙印。萧炎顿时闪过一抹狂喜之色，然后就是眼前一花，再次看清时，萧炎已经到了3000焰炎火的灵魂世界。木谷老人见现在形势一片大好，让同伴拦住丘陵，就想去偷袭萧炎，拿下小火龙。丘陵有心让曹颖等人去帮忙，可曹颖他们被那2名混进来的魂殿强者拦住了，众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木谷老人的手掌距离萧炎的天灵盖越来越近。就在木谷老人即将得手之际，一道异常磅礴的劲气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胸膛之上，是玄空子到了。木谷喷完血后看到这情况，当机立断就想逃，玄空子却是一笑，在他们离开前送了他们一拳，无形拳穿过虚空，直接击碎了4人的胸骨，木谷4人内脏都吐了些出来，不过好在还是活着逃了出去。收拾完4个渣仔的玄空子刚想说话，就发现3000焰炎火要爆发了，吩咐了丘陵先带其他人走后，他就想上前强行带走萧炎，即便是知道这样做会让萧炎重伤，但总比被烧死了强吧。只是刚靠近萧炎，他就被金灿灿照着脑袋锤了过来。很显然天妖魁是将他当做了敌人，一个天妖魁玄空子还是能解决的，但是刚刚那一击已经失去了救援的最佳时机，恐怖的火海对着玄空子席卷而来。玄空子还想有所动作的时候，就见一道碧绿色的火芒将萧炎罩了起来，是异火。顿时明白萧炎打算的玄空子没再强求，转身便是对着星域出口掠去，期间不忘将那2名混进前世的魂殿强者扔进身后的火海。刚窜出空间大门，玄空子就让玄阴2人关闭星域，3000焰炎火本体爆发，他们必须得关闭，甚至是加重封印，才能护住圣丹城。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